黄金价格飙破历史新高，是报复信号还是危机前兆？这一幕你可能以为只是金融新闻的标题党，但事实是，这场关于黄金的全球竞赛正在改写金钱的意义。为什么？因为连一向讨厌黄金的巴菲特都在2024年悄悄加码矿业股。要知道，巴菲特过去几十年一度公开讽刺黄金，说那只是挖出来再埋回去的无用金属。但他改变主意的那一刻，代表的不是个人偏好，而是一个时代的警讯。钱正在失去信任。你没听错，全球央行在过去2年买下的黄金量是1970年代以来最多的一次。谁在买？不是普通人，是各国央行自己。他们抛美债，囤黄金，用行动在告诉你，法币的时代正在崩塌。问题是，大多数人还浸泡在房价、股票、加密币的幻觉里，以为黄金涨只是短期避险。可真相是，背后的动因比任何你想象的都深。这一轮黄金飙升的推手不只是地缘政治，更关键的是信任的重建。美国的债务上限已突破34兆美元，通膨虽被控制，但那只是表面。IMF 的数据显示，过去3年全球货币总量扩张超过 40%， 而财富却越来越集中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钱越来越不值钱？油价涨，电费涨，连你早餐那杯拿铁都在涨，但工资却纹丝不动。于是，全世界聪明的钱都在逃离纸钞。黄金不再只是金属，它是逃亡的门票。可是，逃到哪里才安全？你以为囤金就能躲过风暴？如果我告诉你，这场黄金潮背后其实是一场国家级的权力角力，你还会这么安心吗？故事要从2022年俄乌战争后说起。当全球开始制裁俄罗斯，冻结其外汇储备时，全世界的央行都被吓醒了。原来，存在美国体系里的外汇账户随时可能被封锁。于是，从中东到亚洲，新兴国家开始静悄悄地去美元化。他们买石油不用美元，签贸易协定也绕开 SWIFT 系统。你以为这跟你没关系？错了。当他们这么做时，美元的霸权就开始松动，而黄金成了新的中立货币。这也是为什么沙特、印度甚至新加坡都在增持黄金。别忘了，过去50年，美元之所以能横行全球，是因为石油结算权。但现在，连石油都在用人民币、卢布甚至黄金交易。你看不见的是金融秩序的重组。每一盎司黄金都是一票反抗美元的选票。但这只是表层。真正诡异的是，为什么连普通投资者也开始蜂拥买金？在社交媒体上，黄金投资教学买金保命成了热门词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当大众情绪开始一致时，往往代表泡沫的种子正在发芽。历史上，黄金暴涨从来都不是好兆头。1979年伊朗革命，2008年金融危机，2020年疫情，每一次黄金飙升的背后都伴随着恐慌与系统性风险。那我们现在处在什么阶段？答案可能比你想的更危险。让我们看看数据。2024年第4季，全球 ETF 资金流出美股，流入贵金属资产的比率创下10年新高，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长期高企，却依然挡不住资金逃离。说明投资者不再相信政府能控制债务，也不相信软着陆的故事。更吊诡的是，美联储在嘴上讲通膨缓解，可资产负债表却再次扩大。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局面，让黄金成了唯一的信仰。可你想过吗？如果黄金成了避风港，那其他资产会怎样？债市崩塌，股市波动，房地产停滞，这才是财富洗牌真正的开始。不过，最诡异的
是这次黄金上涨的节奏。不像过去由投资者炒作带动，而是国家级行动的合奏。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球央行净买入黄金超过1037吨，而在这之中，亚洲国家买的最多。他们在干什么？是在为下一场货币体系重启铺路。因为他们知道，美元信用一旦破裂，新的结算体系必然诞生。而以黄金为锚的国际支付网络正在幕后搭建。这场游戏不只是金融，更是战争，没有枪的战争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哪天美元真的出现信用坍塌，全球物价暴涨，你的存款、保险、退休金都可能化为泡影。那时候，黄金的价格将不再以美元计，而是以生存计。你能买多少食物，能换多少能源，才是它真正的价值。听起来像灾难片，但现实正在朝那个方向走。别忘了，2025年，美国将迎来史上最剧烈的债务再融资潮，超过9兆美元的债券需要重新发行。利息上升，买家不足，信任流失，这三者一旦重叠，就是金融系统的心脏病发作。黄金之所以被抢，不是因为它能赚钱，而是因为它不会违约。然而，真正聪明的人不会只看黄金，因为他们知道金价暴涨不是终点，而是信号。信号什么？信号纸钞世界正在塌陷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比特币也在悄悄上涨？背后的逻辑其实一样，信任危机。不同的是，黄金是过去的信任，比特币是未来的信任。当人类不再相信国家、银行和央行时，就只能回到稀缺。黄金稀缺，比特币稀缺，能源也稀缺，而稀缺才是真正的货币。不过，别急着把存款全换成金条，因为这场战争还没打完。接下来会出现一个诡异的阶段——假繁荣。当美联储开始降息，股市回暖，媒体再度唱好经济时，大多数人会以为危机过去了。其实，那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债务不会因为降息而消失，只会更深。通膨也不会真的回落，只是换了个形式。你的财富正在被无声地稀释，而等你发现时，已经太迟。黄金暴涨从来不是因为世界变好，而是因为世界开始坏。还记得2008年吗？那时房市崩盘前，人人都在炫耀自己赚了多少钱。现在同样的情绪正在黄金市场上重演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的参与者不只是散户，而是国家。想想看，当连央行都不相信美元时，普通人能相信什么？或许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，不是通膨，不是战争，而是信任的消失。到这里你可能会问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别盲目追涨，也别掉以轻心。这场黄金热潮不是报复机会，而是警钟。真正的赢家不是买了多少黄金的人，而是提前理解这场游戏逻辑的人。你要思考的不是黄金值多少钱，而是钱还值不值。刚才讲到信任危机，这就是整个游戏的转折点。因为一旦信任塌陷，所有金融数字都会变得毫无意义。你以为黄金涨，美元跌只是投资市场的波动，其实那只是表象。真正的变化是世界开始用能源而不是货币来衡量价值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过去2年全球能源价格波动的离谱，油价、天然气、电力都在失控。而在 AI 时代，能源就是新的货币。别笑，这不是夸张的比喻。因为 AI 的每一次运算，每一个模型训练，都要消耗巨量电力。现在连芯片都不够用，数据中心成了新的金矿。当世界抢黄金的同时，也在抢电。2025年的你可能没感觉到，但资本市场早已经在布局。微软、谷歌、
亚马逊这些科技巨头不是只在做 AI， 而是在囤算力、控能源。因为他们知道，未来掌握电力的人才是真正掌握财富的人。你看，巴菲特也在疯狂投资能源公司，马斯克一边买 AI 芯片，一边建超级电厂。这些动作背后全是同一逻辑，纸币贬值没关系，只要能源掌握在手，货币体系崩了也能活下来。很多人还在幻想股市能救他们，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美国股市创历史新高，但背后是极度集中的泡沫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标普500里前10家公司占了整个市场市值的1/3。换句话说，大多数公司已经被淘汰，只剩下 AI 巨头撑着架子。这就像一个金光闪闪的舞台，前排灯火辉煌，后台却在坍塌。人们还在鼓掌，可地板已经开始裂。再看看地缘政治那边，中东战火不断，红海封锁，油轮绕行，航运成本暴涨，欧洲能源依赖重组，连德国工业都在外移，东南亚成为新生产中心，却被迫在大国之间选边。你以为这些新闻离你很远，其实每一次地缘震荡都会转化成生活里的涨价。你的电费、食物、房贷利率全都被这一连串连锁反应牵着走。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说黄金会继续涨？因为它成了唯一的中立资产，它不属于任何国家，不受任何制裁，也不会违约。可问题来了，如果所有国家都在买，那谁来卖？这才是危险的地方。流动性会越来越小，价格越来越剧烈。当最后一批散户冲进市场，真正的资金早已在准备撤退。这一幕其实我们见过。2008年房市崩盘前，2021年加密币狂潮前，每一次崩盘前都会有一段全民狂热期。人们不是理性投资，而是害怕错过。那种怕自己不买就落伍的情绪，比任何通膨都更致命。现在的黄金热就是这种集体焦虑的延伸。但最可怕的不是金价涨跌，而是它暴露出的真相：整个全球经济已经脱离了生产价值的逻辑，进入信任博弈的时代。你赚的钱不再取决于你生产了什么，而是别人相信它值多少钱。这种游戏注定会有一半人被清算，而清算的过程正在进行。2025年开始，欧美多国的财政赤字已占 GDP 的 5% 以上，日本更夸张，国债总额是 GDP 的2倍还多。你想想，一个国家靠印钞维持债务能撑多久？这就像你拿信用卡还信用卡，早晚爆炸。那一刻一旦来临，黄金只是避难所，而不是救命符。未来真正能生存下来的是掌握真实价值的人。什么叫真实价值？能源、粮食、算力、土地、信任，这些是任何时代都不会被通膨摧毁的东西。可是大多数人还在盯着短线 K 线图，看金价涨多少跌多少，却忽略了结构性危机。你以为黄金热潮会永远持续？不会。就像每一场财富泡沫，高潮过后必有回调。问题是，当泡沫破裂时，新的秩序会诞生。就像1971年美元脱钩黄金后，世界进入信用货币时代，而这次黄金潮可能是下一个能源货币时代的开场。AI 让能源成为核心资产，黄金只是过渡的符号。未来的货币可能是电力点数。别觉得荒谬，微软和特斯拉都已经在实验能源代币系统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世界不再用美元或日元结算，
而是用电能单位算力积分。这才是新金融秩序的雏形。到那时，黄金也许还在涨，但意义已经变了，它不再是货币，而是信任凭证。而你现在要做的，不是去赌价格，而是学会读懂趋势。趋势不是数据，是方向。方向一旦错了，努力都是徒劳。未来5年，谁能看懂能源、AI 和信任三者的交汇点，谁就能在混乱中生存。说白了，现在的黄金热不是报复信号，而是文明换挡的预警。旧系统靠印钞维持，新系统靠算力与能源运作。人类正从印钞经济走向计算经济。当机器替人思考，当 AI 能决定资源分配，黄金再多也没意义，因为权力已经从金融手中转移到技术手中。你以为华尔街是赢家？不，他们只是最后一批明白自己被淘汰的人。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掌握算法、掌握能源、掌握数据的人。听到这里，你或许会问，那普通人该怎么办？答案不是逃，而是觉醒。觉醒不是神秘学，而是看清局势，别再把希望寄托在政府或央行身上。未来的安全感来自你能否创造真实价值，能否看懂时代迁移的信号。记住一句话，黄金只是镜子，照出的是信任崩塌的倒影。前面讲到黄金只是镜子，照出了信任的崩塌，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信任瓦解、能源主导、AI 崛起的时代里，普通人该怎么活？别以为这只是富人的游戏。事实上，历史上每一次货币重组，受伤最重的永远是中产，因为他们有点资产，却不够大到能影响规则，也不够小到能被忽略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最容易被通胀吃掉的那群人。你看看现在，房子明明没涨，可贷款利息却压得喘不过气，薪水好几年没变，生活成本却连月攀升。股票涨的时候你不敢买，跌的时候你又不敢卖。你不是不聪明，你只是被困在一个设计好的循环里。要打破它，第一步是理解，金钱早已不只是金钱，它是权力的延伸。过去50年，美元霸权主导世界贸易，接下来50年可能是能源与数据的双霸权。而你要做的是在大象奔跑的脚下找到自己的安全区。什么意思啊？举个例子，过去10年，有人靠炒房暴富，那是土地红利；有人靠股市翻身，那是资本红利；有人靠比特币崛起，那是技术红利。而接下来的10年，最大的红利是认知红利。也就是说，看懂趋势，提前布局，远比你手上有多少钱更重要。我知道你可能会想，我又不是专家，我看不懂那些经济数据。错啊，趋势从来不是看数据，而是看生活。你去超市，你交电费，你刷卡消费，这些就是最真实的信号。比如，现在各国都在推广数字货币 CBDC， 说是方便支付，但背后的真实意义是什么？是可追踪、可控制、可冻结的货币。你以为这是进步，其实是金融监控的开始。到那时，现金消失，你的所有行为都将被记录。那时的财富不是你赚多少钱，而是你被允许拥有多少。所以当有人告诉你黄金涨、股市好、经济复苏时，请先想一个问题：谁从中受益？如果不是你，那说明游戏的规则并不是为你设计的。真正的安全感不在于你有多少钱，而在于你能不能随时切换思维，掌握现实价值。第二步，要建立抗通胀体制。别笑，这不是玩笑。现在很多人还在存定存、买债券、囤现金，那都是在慢性亏钱。通胀不是一夜之间爆发的，它是像蚂蚁一样啃你的财富，让你在几年后才发现钱不见了。所以你要学会分散，实物资产一部分，能源相关投资一部分，现金流业务一部分。简单来说，
别让自己只依赖一种收入形式。比如，你现在能不能开始建立一个长期现金流？为什么？因为通胀不会问你是不是好人，它只看你有没有流动性。财富流动才安全，静止的财富只会被掠夺。第3步是去中心化思维。这个词被加密圈玩烂了，但本质其实很简单，别让单一机构控制你所有的命脉。银行、平台、政府、公司，这些都可能在危机时刻一夜倒塌。你得让自己的生活结构多点支撑点。你的收入、储蓄、资讯、网络都不能只依赖一个系统。AI 时代的风险不是科技太强，而是人太依赖。所以，真正聪明的投资不是投在哪里，而是怎么分布风险。你可能会问，那黄金还值不值得买？值，但别只买黄金。因为黄金只能防守，不能进攻。它帮你保命，不帮你赚钱。想进攻，你得压在新能源、AI 基础设施、真实资产。比如，掌握数据的公司，拥有能源的企业，提供 AI 基础设施的巨头。这些是未来10年新的货币系统的骨架。想象一下，当 AI 全面接管生产，数据成为资源，谁拥有算法、能源和算力，谁就是新央行。过去是美联储印钱，未来是 AI 分配资源，这才是结构性革命。而你要做的不是去预测，而是去理解逻辑。逻辑清晰，就不会被市场情绪骗。比如，为什么黄金会涨？因为人怕。为什么 AI 股会涨？因为人贪。人性在恐惧和贪婪之间摇摆，而聪明的人利用这2种情绪生存。第4步，要记得，危机永远是转机。这句话听起来像鸡汤，但真正理解的人不多。每一次系统崩塌，都会孕育新财富。1929年大萧条后诞生了现代金融体系。1971年美元脱钩后诞生了全球化贸易，2008年金融危机后诞生了比特币和 AI 热潮。那下一次崩塌之后会诞生什么？可能是能源货币时代。所以别害怕通膨，别害怕崩盘，别害怕美元的衰落。害怕没用，理解才有用。你该问的是，新体系诞生时我在哪个位置？如果你还在旧系统里拼命守现金、买债券，那你就在等被收割。如果你能提前转向新系统，哪怕一点点，比如学习 AI 技能、布局新能源投资、建立数字收入流，那你就在时代的上坡路上。别忘了，这世界从来不奖励恐惧，它奖励适应。最后，我想留一句话给你，别盯着黄金的价格，盯着它反应的信号。它涨不代表你要追，它跌也不代表世界安全，它只是在提醒你，旧秩序在瓦解，新秩序在重建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黄金会不会涨，而是你准备好进入新纪元了吗？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